每日朝早7點，榕湖邊上面嘅絲竹鋪就開始忙，義工龍志鵬會經常過嚟呢度幫手。作為桂林當地知名大酒店嘅行政總廚，龍志鵬非常在乎每一碗粥嘅出品。佢覺得做公益更要講究品質。幸福絲竹鋪每日為附近嘅孤寡老人、流浪漢免費提供午餐同晚餐，一個饅頭、一碗粥，就係絲竹鋪嘅標配。今日龍志鵬接到一個特別嘅任務，好朋友從香港返嚟，話要聚下，點名叫佢做幾味桂林老菜，因為喺外地食唔到啊，好想食。第一道菜就係水浸魚。身為大廚，龍志鵬好講究，特登去到御龍河裏邊釣野生漓江魚。水浸魚顧名思義就係攞滾水將魚浸熟，所以魚唔能夠太大。按照本地人嘅講法，以前桂林山區窮，屋企裏邊冇蒸籠，所以煮魚都係攞滾水渌嘅。呢一道菜就流傳咗落嚟。自從漓江禁止養魚，而家啲魚都係魚塘裏邊養嘅。要想食到天生冇泥腥味嘅草魚，龍志鵬只能夠嚟到御龍河裏邊碰下運氣，睇下可唔可以釣到幾條野生草魚。半日落嚟，收穫唔錯。第二味菜叫桂花香芋盒，一聽個名就知道芋頭同桂花係主角。桂花香芋盒必須要選用當地嘅特色品種荔浦香芋。荔浦香芋好大個，味道甘香軟糯，喺清朝康熙年間就被列為廣西首選之貢品。將魚肉用孔雀刀法切好。山泉水落老薑煮滾佢，收至微火，不斷用熱湯均勻咁淋上去魚身，等到魚皮定型，再放入去90度嘅溫水裏邊浸泡7分鐘。豬油起鑊，爆香酸筍、酸薑、酸椒，入生抽、蠔油、白糖，微滾之後加入同量嘅老壇酸水掛薄芡就可以。將浸熟嘅魚撈出嚟，擺盤淋汁，呢個就係地道嘅桂林船家酸湯水浸魚。將荔浦芋頭開皮切塊，放入去鑊裏邊蒸熟。這是蒸好的，拿這個壓力鍋把它蒸透，水分不夠它就不會粘。壓力鍋呢是最好的。芋頭蒸熟以後，把它和起來，芋頭泥。將蒸熟之後嘅芋頭攪成芋泥，包入酒釀桂花糖，加啲碎花生，口感就仲好。香芋盒可以做成各種形狀。油鑊燒熱，大約6成油溫落桂花香芋盒，等到浮起之後再炸1分鐘就可以撈出嚟。揀桂北青頭鴨，即湯，將鴨血倒入盤裏邊，加入酸水混合。起熱鑊落少少茶油，落香料海椒聞香、瑤山老薑、大皮五花肉切片炒香，再放一啲斬好件嘅青頭麻鴨點炒，不斷淋入低度米酒，繼續翻炒，再加水開大火，等到汁稍濃稠之後轉細火，放啲魔芋、紫薑、酸椒、酸芋苗等。出鑊之前，最後再加啲醋血，翻炒均勻，地道嘅桂林醋血鴨就做好啦。
啊！哎，亮，對啦，辛苦辛苦。張廠一家係老桂林人，只係而家定居喺香港。平時基本上都揾唔到地道嘅桂林菜食，翻屋企一次機會，馬上就揾到龍志鵬，鬼叫佢係大廚咩？啊，這個我能做吧？可以可以。水浸魚同廣東嘅白切雞好相似，骨頭見血，肉熟到恰到好處，比起清蒸嘅魚嚟得更加滑嫩。酸汁提升咗魚本身嘅鮮，再配埋酸筍，一啖落去，綿中帶脆，鮮中藏酸，口腔裏邊馬上變到美妙起身。現在不是老師傅做不到了，年輕人現在都已經忘掉了這個傳統了。就魚是魚龍鍋裡面掉的。我今天早上掉的，魚頭肉昨天可3個挖的。難得回來一次，就想吃點初雪一樣啊，那種家鄉的土菜。你在外面呢，你又吃不到海椒味香。是啊。那其他的雪啊，它都沒得海椒味香的香味。特別嘅香芋味迎面而嚟，滿嘴嘅清甜。當牙齒咬破芋皮，酒釀桂花更濃郁嘅香甜味就衝咗出嚟。兩種唔同味道、唔同程度嘅衝擊變化喺嘴裏邊剎那間完成轉化。就地取材嘅原料，當地傳統嘅烹飪，一道道接地氣嘅家常菜。張廠話，無論去到邊度，味蕾嘅記憶喚起嘅係外出嘅人對家鄉最真摯嘅想念。連續5日4級海浪，出唔到海，張海兵唯有喺屋企裏邊整理漁具。對於漁民而言，唔可以出海就意味住冇收入，因為冇資金買大漁船去遠洋捕撈。張海兵只能夠子承父業，接過阿爸手裏邊嘅魚線，以海釣謀生。沙堤係廣東4大漁港之一，呢度大部分人都靠海食海。今日天氣轉好，海浪唔再放肆，張海兵準備出海。隻船開咗20海里，呢個係張海兵父子豐收咗40幾年嘅釣點之一。海面之下有好多鯛魚。一般都主要是放到底，下面全是石礁，放到底一般都有魚的。勾蝦要勾這個蝦要滑，滑的要扔下去，扔下去放到底。我們最喜歡釣手勢的。就是靠這個手指，感覺就好一點。如果戴手套的話，感覺就不怎麼好。有些好的魚就自己吃啊，一般的魚都是賣的小石斑，太小了，太小了，不要了。捉大放細係張海兵釣魚嘅原則。佢甚至對大海而言，只有適量取用，先至會取之不盡。作為一個老釣手，張海兵對各種魚嘅生活喜好非常熟悉。每次出海，基本上都係滿滿收穫嘅。今日嘅魚以牙點為主，初步估計咗下，接近2000蚊嘅收入就咁到手。有10幾斤。10幾斤海裡，一條活點、烏絲，什麼魚都有啊，感覺很舒服。回家就不舒服，釣魚最快樂。你看這個天氣又好，釣魚又爽。朝早6點出發，晚黑6點返嚟，呢個係漁民嘅常態。唔怕勞作時間長，就怕空手而歸。船一靠岸，張海兵必須馬上送貨去魚鋪交接稱重。同網捕嘅海魚唔同，張海兵釣嘅都係活魚，身價比冰鮮魚貴1倍。
大概是全部一起就50-60块钱一斤吧。最便宜的是活点，40块钱一斤，今天50多斤吧，2000多块。平常也差不多的，平时差不多，也1000多、2000多这样，最少都有1000几百塊。除咗油費同器具保養嘅費用，今日淨賺1200蚊。找幾多俾啦？好。琴日釣嘅魚，張海兵特登留咗一啲自己屋企人食。芽點係上川島好常見嘅一款鯛魚，張海兵嘅太太中意將佢哋醃製咗嚟食。喺當地，鹹魚有2種醃製方法，一種叫一夜情，仲有一種做法就係梅香。把那個內臟全都拿出來以後，把那個鹽渣放滿肚子裡面，要用鹽蓋住，全部都蓋了7天以後拿出來曬。醃製好嘅鹹魚喺烈日底下曬7-8日，梅香鹹魚就成型啦。以前嘅船家魚滿咗唔捨得掉，就將啲魚醃製咗喺船頭度曬。出海一次返嚟，呢個梅香鹹魚就啱啱好曬完。梅香鹹魚嘅魚肉綿軟鬆散，清味爛壯，鹹臭味濃郁，食入口就有一種難以言表嘅異香。以前啲窮苦人家夾少少鹹魚肉就可以送到大半碗飯。唔出海嗰陣，張海兵就會陪太太買餸煮飯。今日太太要整佢嘅拿手菜，亦係先生同細路仔最中意食嘅菜——梅香鹹魚茄子煲同梅香鹹魚蒸肉餅。茄子切條，鹹魚切塊，熱鑊落油，將薑絲同蒜蓉倒入去鑊裏面爆香。倒啲五花肉爆油，再放梅香鹹魚、薑絲同蒜蓉，能夠平衡豬肉嘅油脂同鹹魚嘅腥味。最後再放茄子翻炒，炒軟咗茄子之後，再一齊倒入砂煲，細火煲10分鐘，超級送飯嘅梅香鹹魚茄子煲就出爐啦！將梅香鹹魚剁碎，五花肉剁碎，再將佢哋攪埋一齊。裝盤，上面鋪啲薑絲，放入鑊裏邊蒸15分鐘，鹹魚肉餅就搞掂，簡單方便。古人認為將魚同羊一齊煮咗嗰種滋味就叫做鮮。茄子煲裏邊鹹魚嘅鹹香同豬肉嘅油香，俾茄子完美咁吸收融合喺一齊，鮮美無比。將茄子撈去米飯裏邊，可以食到3碗。鹹魚蒸肉餅亦係融合咗豬肉嘅甘、鹹魚嘅香，聞起身臭，食起身嘅滋味妙不可言。梅香鹹魚茄子煲同鹹魚蒸肉餅唔單止係上川島嘅地道之菜，更加喺粵菜裏邊隱佔一席之地，經久不衰。一對手，一條線，一艘船，就係張海兵幸福嘅法寶。簡單，但係唔平凡。盐是人类不可或缺的调味品。世界上有多种多样的盐，赋予食物不同的风味和特性。用在各式菜肴的烹调上，也会有不同的效果。在广东，本地自产的盐大多来自海洋的馈赠。琼州海峡与北部湾交汇处，
一脚沙滩潜身入海。这就是大陆最南端徐闻登楼角。海底下是目前中国面积最大、保存最完好的珊瑚礁保护区。涨潮时，纯净的海水通过炙热绵长的沙滩涌入内陆，海水浓度提高，使得这一带成为天赐的好盐场。广东盐业徐闻盐场就此奠定了本省4大盐场之一的地位。我的父亲，他就说我的工作你不来停，谁来停？我是第4代的嘛，我爸是第3代嘛。邓兰红18岁就开始做盐工，一晃36年过去了，他成为这片盐场的晒伯。海盐生产的质量和数量，除了看天，就得看晒伯的功夫了。特别是控制卤水浓度，太低产不了盐，太高容易带入杂质。8月的徐闻连续下雨，盐场被大片黑色薄膜覆盖，为的就是防雨。第2天，趁着没有下雨，邓兰红马上带着盐工们抢收海盐。收盐的时间是看盐多少，一般我们都是在凌晨2点，做到早上9点，时间比较长。盐工们扒盐遵守2个字：慢、柔。过于频繁的搅动，会让结晶池里的卤水变得浑浊，影响盐的质量。9点后呢，那太阳比较好，蒸发量高嘛。如果你不在这个时候的把那盐收完呢，它纯净度不是那么好嘛，就影响到那生产质量。太阳逐渐升高，大伙儿加快了速度。邓兰红把地上的盐堆铲得干干净净，这是他的习惯，因为深知盐来之不易。海水涨潮涌入蒸发区，通过纳潮、制卤、结晶等工序，每年超过5万吨的天然生态海盐从这里产出。邓兰红的妻子梁小娜喜欢用海盐做腌制品。趁着天气好，她腌起了芥菜和萝卜。我们的盐都是海水晒的，没有什么杂质，吃了很健康的。3周之后，这些当地常见的腌菜就可以食用了。炎热的气候让当地人创作出一种更有趣的吃法——腌西瓜。先把西瓜去皮，再用细海盐搓揉全身。细盐进它那身体里面就快一点。你看，一搞上去就变色了。海盐渗进西瓜，让平时食之无味的瓜皮脱水变脆，和果肉混合，酸甜可口，咸中带鲜。清理干净，撒上粗海盐，再腌制2个小时，就可以拿去晾晒了。要不要？今天女儿要回家，梁小娜准备多做几道菜。
当地人做鱼汤喜欢下粗海盐，让汤更鲜甜。萝卜干消解掉五花肉的肥腻，爽脆可口。腌西瓜和鱼干的搭配，产生了奇妙的口感。海盐比一般的盐口感更柔和，带着特有的矿物质和海水的咸鲜味儿，回味中还有一丝甘甜。喺南方海盐、小盐煮糊涂相当鲜嘅，加熬盐比较好嘅。像邓兰红这样几代人从事盐业的家族已经很少。雷州半岛生产了全省超过70%的海盐。随着时代变迁，古老的徐闻盐场也融入了机械化、现代化生产。不变的是，海盐的味道纯正如初，陪伴着我们。潮汕地区美食众多，并且极具当地特色。而普宁小吃，即便在潮汕美食里，也不会被淹没。更绝的是，几乎每样食物都有不同的蘸酱搭配。其中，最著名的要数以产地命名的普宁豆酱。传统潮菜豆酱焗鸡，用普宁豆酱整鸡腌制后，再瓦煲焖焗，鲜香可口。酱香焗蟹也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豆酱凸显了蟹的鲜味儿，把豆粒儿碾压成泥，混合生姜等制成豆酱浆，用来煮鱼更是滋味一流。普宁豆酱是各种酱香菜式的基础配料，潮菜的点睛之笔。而制作这种美味的传统作坊，依然还散落在各处乡间。穿行在这个普宁最大的庄氏村落里送货，是庄玉水的日常生活之一。我们都在本村做，没有走出去，因为豆酱是我们本地人天天都会吃的东西，要保持新鲜，一般都是一些左邻右里过来打。啊，就这样的，好，不要啦，好。庄玉水经营着村里唯一一家豆酱作坊，父亲庄颂红有时也会帮忙。我们历史就比较久了，因为是我从我祖爷到我这里第4代了，4代应该有100多年了。把去皮的黄豆浸泡半个小时，就可以蒸豆了。为了把黄豆彻底蒸熟，必须分批倒入，整个过程需要2小时。这批熟透的黄豆经过降温和晾干水分，就要进入最关键的一步。咁咧25斤米粉，甲番料，去捆整。他们将米曲霉菌与黄豆一起均匀揉搓，让每颗黄豆都能沾满菌种。接下来，把盛满黄豆的竹簸箕送去发酵房培养。那个起筋要培植得好，如果培植不好的话，它比较衰弱的话，温度过高了它会糜烂，温度过低太久的话，它其他细菌就会渗入。这道工序非常关键，稍有纰漏，黄豆就会无法使用。
我现在每个晚上会起来几次，小时候呢也是看我爸爸这样子起来看一下，现在轮到自己也是这样子了。从用温度计测温，到现在熟练用体温和嗅觉判断黄豆发酵的程度，庄玉水用了12年。4天后，经过庄玉水无数次翻看的黄豆，终于发酵好了。附着在黄豆上的曲菌茁壮成长，从白色变成绿色。庄玉水把结块的黄豆打散，再一次捞匀。把发酵过的黄豆倒进陶缸里，注满水，再泡发半天。最后加入一定比例的盐，一起搅拌均匀，让黄豆再次发酵。都是每天要搅拌2次，要不然它上下层的话，它就会分层，可能会下面有一层豆子，上面就橙色黄豆。除了搅拌，庄玉水坚持用传统的陶缸发酵黄豆，因为它保温更持久。终于有一批豆酱可以出缸了，庄玉水让老爸也尝尝。爸，好食，呢個。7點啊，好食，好食，好食啊！经过长达3个月的天然照晒后，豆酱变成了金黄色，已经有隐隐的酱香。庄玉水终于可以进行最后一道工序。煮酱，可能它的酱的话，它会更碎一点，然后颜色的话会黑一点，这样子。但是普宁豆酱的话，橙黄是比较好看，它的那个发酵周期没那么长，所以的话味道更鲜甜一点。新出的豆酱，当然要自己先尝一尝。普宁豆酱是鱼类的绝配。煎至金黄的红山鱼，铺上薄薄的一层，去腥提鲜。一把当地产的通心菜，撒上一勺普宁豆酱，再无需其他调味料，便已香气扑鼻。普宁豆酱除了鲜，仔细咀嚼，还能吃出一丝黄豆本身的甜味儿。正如这平凡的日子，因为坚持而变得有滋有味。生蚝，一种在广东人的海鲜菜单上排前列的食物。如牛奶般的光洁外表和丝滑的口感，让人欲罢不能。难以想象，它竟可摇身一变，制作出蚝油这种咖啡色的浓稠酱汁，成为激发粤菜师傅们创作的本土调料。要是想尝到传统蚝油的风味，还得从海上溯源。